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殷晓峰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正在尝试的一个改变，离开沙发，坐回到电脑桌前。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啊，实在受不了客厅的各种吵闹。每次我想好好玩一会儿游戏，总会有人在旁边制造各种杂音，或是来回走动，甚至是打扫卫生等等，这些都让我很难的沉浸在3A 游戏世界当中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为了我的游戏体验，我要把我的 PS5 搬回到书房去，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而舒适的空间，好好享受游戏给我带来的快乐。那么这些改变会给我带来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呢？本期视频就来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环境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很整洁。电脑桌后就是一扇窗户，拉开窗帘，偶尔可以看一下风景，放松一下眼睛。关上窗帘也能够营造沉浸感。电脑桌面积也不算大，尺寸是130厘米乘以70厘米，横向的宽度不多，所以这是更换 PS5 轻薄版后，可以让我紧凑的桌面空间稍微喘口气。一台电脑，一台 PS5，一台显示器，看起来并不会很拥挤。虽然我的电脑配置还不错啊，英特尔酷睿 i9-13900芯片，搭配一块 RTX 3080的显卡，性能还算满意。但是在玩游戏这一块，我认为 PS5 的体验会更好、更纯粹。并且它的外观上还有一点点瑕疵，机箱侧板在上一次的拆卸中不小心给它磕碎了，所以现在是开放式的状态。如果后面有空的话，我会给它换一个更大的新机箱。显示器的话，之前用过一台 2K 电竞显示器，但是它里面的一些辅助功能对于我玩3A 游戏来说几乎是用不上的，比如说显示器里自带的准星，我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，还有就是它的 2K 分辨率基本上不能满足 PS5 的游戏性能。所以我这次书房的显示器也特别为了玩3A 游戏去做了一个升级，比如我最近在重温的赛博朋克2077，夜之城里的霓虹灯光特别有氛围感，特别是开启了 HDR 后，这光影效果沉浸感真的是特别足，但在某些场景下，这些颜色就感觉到有些刺眼了，显得不够真实，而且看久了眼睛也不会舒服。但一般显示器检测了游戏输出的 HDR 信号后，就会自动锁定画面参数和调节权限，只能使用系统预设的彩色风格，在这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游戏体验。但我现在用的这台显示器就开放了 HDR 模式下的参数自主调节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制画面风格。拿大表哥这款游戏的画面来说，虽然特别震撼，但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有时候画面太亮，少了一点西部的电影感觉。这个时候如果把画面的亮部调暗，同时保留暗处的细节，这氛围感一下就出来了。配上游戏预设的电影模式，这沉浸感真的很棒。这些调好的画面参数可以保存在不同的色彩模式里，要用的时候直接切换就可以了。我的音箱用的是一对漫步者的 M2 监听音箱，性价比挺高，音质也比较满意，当然是在这个价位水准上。每次看电影的时候，我都会用它来放，音量开高一点就会有种爆棚的感觉。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音箱的颜色选错了，为了统一整个风格啊，我之后肯定会考虑换一套白色的音箱。我的鼠标和鼠标垫用的是罗技的狗皮王2代和 PowerPlay 的鼠标垫组合。这套组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保障了极致的操控体验外，日常充电的体验也是可以拉满。但是缺点也是有的，就是这个鼠标垫的尺寸有点小，手腕流的玩家可能还好，但是对于手臂流的玩家来说，大幅度的操作可能就有点难受了。那么我从客厅搬到书房之后，在玩游戏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？我想从3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。首先是视觉体验，我觉得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改变，因为我从客厅的电视换到了书房的显示器，虽然明面上屏幕尺寸变小了，但实际情况是因为距离的原因，反而感官上画面尺寸感是变大了。在近距离下 4K 屏幕的细腻程度得以提升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晰度和临场沉浸感都提高了很多。我可以看到游戏里的每一个细节，游戏画面也更加绚丽逼真。我们可以看到赛博朋克2077的夜之城里，灯光、霓虹灯、广告牌都发出了丰富和多样的色彩，可以让我更加沉浸在游戏当中。而且144赫兹的高刷性能也带来了丝滑的画面，对比客厅的那台电视，这些都是未曾拥有过的体验。其次就是音效体验，往常在客厅玩游戏时，音量开得太大会吵到家人，但是开得太小又没有玩游戏的那个感觉。进入到独立的空间之后，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了。这台显示器内置了一个2.1声道的扬声器，效果非常的不错，特别是低音这一块。如果想要更炸裂的效果，
也可以通过3.5毫米的音频输出口将音源输出到其他的设备。最后一个就是开黑的体验。我一直觉得在客厅玩游戏组队开黑是一个十分糟糕的体验，因为客厅不是一个私密空间，所以一方面你必须得戴上耳机，另一方面就是你时不时的还要把麦克风给闭掉，其实你也不希望客厅发出的其他声音传到你的队友耳朵里，这样的结果到头来就是无法随心所欲的和队友进行交流，直接影响了游戏氛围和乐趣。而现在进入到书房就没这些顾虑了，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，不用长时间佩戴耳机，也不用特地去控制音量，开黑的体验感也直线上升。总的来说啊，我认为把游戏机搬到书房去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它可以让我更加的享受我自己的游戏时光，也让我更加尊重我的家人，不用去打扰他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局面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环境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游戏方式。而我这个视频希望能够给你们一些参考和一些启发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，记得给我点赞和关注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建议，我会认真的去阅读和回复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殷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